赖清的当选对台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。幽灵烧烤就在 Trade 上面爆炸，抱怨说店里的电费破最高纪录，创新高，绿色是最恶心的颜色，被王浩宇转贴，青鸟呢就抓狂。台湾也是全世界电费前几名便宜的了。其实有一个地方电费真的很便宜啊，叫对岸，它是号召所有人抵制到它关店倒闭，不是单纯说我们惩罚他一下，没有，它就是要用一种恐怖统治的方式，这不就是党卫队公然的带队去出征，消灭所有发表不同意见就是死，这就是青鸟的逻辑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卖幽灵烧烤，最近收到电费单之后，这个老板就很生气，他就在 Trade 上面爆炸，抱怨说店里的电费破最高纪录啊，创新高，绿色是最恶心的颜色。这件事情呢，就被王浩宇盯上，王浩宇的青鸟头转贴，拜托大家行行好，帮他省电，绿色的不要恶心到他，意思就是叫大家不要去吃他的店啊，就发动这个抵制哦。这件事情啊，就上了绿媒，三立呢就跟进报道啊，电费标58000，好，轰绿色是恶心的颜色，结果就被出征啦。突然之间呢，被出征在 Trade 上面啊，这个被大量的转发，不少的支持者就开酸说啊，关电是省电最好的方法，都不用开就不用电了啊。既然要帮他省电费，那就少去光顾就可以了，这样便宜下来省了不少啊。有需要冷气才能在台湾生活吗？电已经够便宜了哦。所以在青鸟头的里面的想法呢，电费其实是相当便宜。事情发酵之后呢，这则贴文哦就被关掉了。奥云呢还在脸书更新说啊，虽然台湾电费不算贵，但你抱怨电费高，我尊重。毕竟今年商业用电涨很多是事实，但你当挑衅的说绿色是恶心的颜色，被台派抵制，基本上是自找的。不想恶心到你就算了哈，我不想恶心到你，谢谢。本来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件小事情哦，但是呢，青鸟呢就抓狂了。猜猜看，小草是家用电还是营业用电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连同他的店都被打1星负评哦。举凡只要青鸟们不高兴哦，他可以随时的把你订上去。王浩宇到现在还在追杀他们哦。谢立胜插话说帮高调哦，不去消费就不用耗电了，大家一起救老板。你看哦，他们是转发再转发，比如这个吴志宏，请大家帮他少光顾这些店，让他少用度数，就可以少缴电费。如果全倒了，营业用电也不用了，会更省哦。人家也只不过抱怨一下，绿色是恶心的颜色，一点点的事情而已，有点疯，你知道吗？就要叫人家倒店，就要叫人家去死，叫人家滚蛋，叫人家所有的店家通通倒掉，就一句话，他们就要发动群体抵制。哎呀，我觉得有些青鸟真的是有一点偏激哦，到处东酸西酸。如果讲个电费是巨额负担，劝他不要开了。台湾也是全世界电费前几名便宜的了，那些用电更高的国家，老板们还不是一边缴贵电费一边正常开店？其实啊，你要讲电费真的便宜哦，你要不要想想看啊？其实有一个地方电费真的很便宜啊，叫对岸。那青鸟呢，不光是光顾他的店内哈着想，不光顾他是替他着想啊，不要去造成人家的麻烦啊。现在青鸟仔他们的全面的攻击是谁？其实都在骂小草。其实这一波到现在，民进党是没有一日要放过小草的意思。这件事情其实反映了多重层次啊。第一个，怎么可以在中南部创造不和谐的皇城和气呢？只要稍微发表一点点意见，你还没有针对特别的政治人物哦，你就必须要被下架，你就必须要关闭你的社群，你就只能活该被出征。出征也就算了，他是号召所有人抵制到他关店倒闭，不是单纯说哎呀我们惩罚他一下或怎么样，没有，他就是要他死。所有发表不同意见就是死，这就是青鸟。青鸟就是要让这些人再见，所有任何人只要不同意青鸟的言论就是死，这就是青鸟的逻辑。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空间，不要以为他会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。所以之前有些小草还在想说啊，我一下可以变白草，我一下可以变绿草，我可以流动，有没有？难道比我们投赖清德吗？你投看看，你越投啊，他们就这样。现在的青鸟不是只有修理柯文哲哦，不是只有修理民众党的干部哦，不是只有修理黄国昌哦，不是只有帮黄国昌办丧事哦，他们要所有的小草一起去死，他们要所有这个老板，哪怕他根本就没有透露出他是支持柯文哲的，他只是抱怨电费太贵，然后觉得绿色执政导致电费太贵，所以他不爽，然后就只是绿色是恶心的颜色，就被弄到这种程度。青鸟就是这样子一个做法，他就是要用一种恐怖统治的方式，这不就是党卫队吗？这不就是思想检查吗？不然我们要去恶心他吗？他又是我们，也就代表说他是在网络上公然的带队去出征，公然的带队去消灭所有不同意见的。难道电费不贵吗？为什么叫世界电费第一便宜？那以前的电费跟现在的电费，那你就到时候不要抱怨涨价了，又是被靠背。所以青鸟要什么？要小草去下跪投降。
这个地方没有你们的位置，你们就是乖乖填好填满趴下，不然你就是不爱台湾，你就是活该被我们青鸟出征，这是他的逻辑吧？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的，不然你看我跟你讲，王浩宇有多激动，你知道吗？你仔细去看，他超夸张的，他贴文反复在堆，有没有？什么绿色是贴心的颜色，对吧？7800度电在日本要10万，在美国可能要20万，不断的追杀，光今天发了几篇呐？还有呢，你看有什么蓝莓公审我们是好心，不去恶心到店家哦，不断的，我觉得青鸟最厉害是什么？一边发文批评出征人家，一边呢，你看好伙伴雨伞有货门市啊，有没有？他一边在骂他的雨伞，一边在出征人家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客气。我就这样，我就恶心你。你怎样？而且装了一副我没有去恶心那个店家啊，没有啊，不是我啊，还装了一副什么是店家来恶心我们？难道店家恶心我们不能反制吗？店家恶心你王浩宇吗？民进党玩政治是玩扮家家酒，他们今天就是要形塑一个青鸟社群，这个青鸟社群就是任何批评党的都是要杀头的，批评党不只要杀头，要千刀万剐，不只要千刀万剐，要五马分尸，不只要五马分尸，要凌迟处死，不只要凌迟处死，还要碎尸万段不只要碎尸万段还要挫骨扬灰不只要挫骨扬灰，还要彻底消灭，这就是青鸟逻辑啊！就这样一篇文几个字，24个字加一个笑脸，出征消灭导电。你以为民进党吃素的吗？你以为民进党真的跟你和颜悦色吗？你想得美啊！你以为民进党怎么样的货色？民进党就是这样在干事情，他们就是这样在处理这种出征文化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。对他们来讲，绿卫兵是既正当且应该且必须且必然且必要，而且且必杀。这就是现在的青鸟仔，而且自从给了他们青鸟名号之后，青鸟随时可以飞出去，而且最扯的事情是，他们收到了他们的最伟大的清德宗，清德宗告诉大家说，公然出征是可以的，青鸟会飞出去是可以的。而我过去就说，赖清的当选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，对外斗鸡总统，对内还是斗鸡总统，只是他是疯狂的啄击啄到你死所以青鸟出征寸草不生，不是乱讲话，它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既定现象，跟一个已经存在的既定事实。未来有任何人可以在非像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这样讨论都会被出征，对不对？但毕竟我们在一个言论的一个评论的空间里面，但是未来百工百业。庶民百姓，形形色色的社会的几里旮旯角落的每一个老百姓，他们有评论政治的空间吗？抱歉，没有，他们不能公开讲。他们每天在笑对岸，你敢公开批评共产党，你就会被抓走那请问，今天到底是在对岸比较言论自由，还是在你民进党统治之下青鸟仔出征的文化上比较文字自由？